在奥利弗融合宇宙之际，所有人都以为多元宇宙已经不复存在，实则不然。这世间有着一个名为正义协会的组织，在维护世间和平的道路上立下汗马功劳，其成员之一更是有初代闪电侠杰加里克。在当时那个黄金年代，石侠、午夜神医、野猫等等超级英雄可谓是时代的代表，而后他们几乎团灭，随之而来也告别了那个黄金时代。这一切要从地球2说起。正义协会遭遇大敌不义会社攻击，星侠的好兄弟兼搭档帕特不顾劝阻，火急火燎赶回本部。此时的基地早已绿光四射，濒临瓦解，成员之一野猫更是出场暴毙，足以证明敌人的强大。大厅内众英雄奋力反抗，石侠更是寡不敌众，败了下风。在说出最后那句星条快跑后，午夜神医和石侠也原地活该。好在星侠冲出重围，保护了搭档。男人干劲十足，分分钟干趴了不义会社成员虎女。此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星侠托起，反派脑波凭借精神控制力压制了星侠，但星战的力量让脑波头顶冒出一滴冷汗，很快也被星侠击败。眨眼间又是一波冰柱袭来，星侠应声倒地，正义协会几乎团灭，闪电侠也没能躲过一劫。帕特拉上星侠驱车驶离了总部，不义协会并不打算放走两人，派出大僵尸格兰迪疯狂追击。危机之下，帕特启动了超级变换形态，伴随着哧哧咔咔的变形声，座驾化为飞机一飞冲天。然而起飞前还是被格兰迪一记大逼斗扇烂了引擎，飞车没一会儿坠落在了远处的树林。之前的战斗加上剧烈的撞击，星侠也只剩最后一口气。正义协会必须有人延续下去，必须有人带着正义和力量继续战斗。虽然无情，但这个人不可能是眼前的帕特。言罢，星侠将星杖留给了挚友，彻底停止了心跳。殊不知几里外的小女孩康特尼一直在等着父亲归来，而这天本应该是一家团聚的圣诞节，女孩却等来了一个寂寞。眨眼10年已过，康特尼也成长得亭亭玉立。这10年来，父亲仿佛人间消失，为了母女的生活，老妈芭芭拉也找了一个新的依靠。命运如此造化弄人，康特尼的继父就是帕特。这个由父子和母女组成的新家庭即将搬往蓝谷生活。蓝谷也是闪电小子沃利的快乐老家。因为生父的不负责任，康特尼从小对继父帕特有偏见。再者说，对于小孩而言，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很难重新结交朋友，更别提异地恋了。父母的开心就与康特尼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一家人不远千里来到蓝谷镇。关于正义协会的那点遗产，帕特实在不放心让搬家公司给弄。在这小小的蓝谷镇可谓是民风淳朴，不带引号，街坊邻里不认识都好打个招呼，友好程度让基地都直呼这地儿真不赖。夜里趁着孩子们入睡，奶爸帕特独自一个走进了地下室，看着那些旧物陷入了沉思。巫师、脑波、冰柱，这些无疑不是正义协会的大敌。如今正义协会的时代已去，该如何让团队重新兴起呢？大人有大人的烦恼，小孩也不例外。天亮之后就是新学员报到的时刻，这一路上康特尼都在跟异地男友抠着短信，对帕特父爱的关心更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付着。帕特也只是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孩子，离开朋友乃是常事，救下他的童年也只有一个朋友，那就是父亲。长大后才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，只可惜自己彻底失去了他们。说了这么多，新女儿并不领情。在蓝谷学院报道的第一天，那股陌生感就已经让女孩不知所措，就连神秘保洁大叔都忍不住看了她一眼。更坑爹的是学院的广告，自己梦寐以求想加入的体操队居然早就解散了，喵了个咪的，今年换成了啦啦队。这反差让康特尼连学生证的照片都没拍好，看着发下来的证件，女孩想使的心都有了。没一会儿，女同学辛迪主动过来搭讪，这人明显是学校里的妖艳贱货，邀请康特尼加入啦啦队，被拒后立马翻脸，丝毫不友善。食堂更是难找一席容身之地，最后被一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的老师安排进了孤儿座。孤儿座顾名思义就是一群没朋友的人吃饭的地方，男人一言不发就好像是排位亚索备办，女人更像是男友没有给她闪现挡技能，一脸生无可恋。很快校园恶霸亨利就找上了这几个软柿子，康特尼为了给同学出气，使出了王者推搡，校长转眼就把女孩带进了小黑屋反省。与此同时，老爹帕特也在寻找新的工作。由于父亲曾经修过坦克，男人最擅长的自然就是汽车维修。隔壁健身房教练拉瑞过来就是一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不过拉瑞更喜欢别人叫他粉碎者，留下一张传单后就没再打扰帕特工作。
老妈芭芭拉也来到新单位，可以说小镇的生活方式让父母非常满意。而可怜的康特尼一个下午都在小黑屋反省，就连回家的末班车都没赶上。保洁大叔再次鬼魅一眼。腿儿回家的路上，康特尼望见不远处一对父女温馨地吃着下午茶，心里虽然酸，却也无能为力。回到家后，继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今天的校园生活，合着一家子就我一个倒霉呗。这让康特尼本就不开心的情绪雪上加霜，直奔地下室一个人冷静一会儿。一脚无能飞踹之后，康特尼的目光落在了地上的文件箱上，上面的照片是当年正义协会的全家福。看着照片上的妖魔鬼怪，康特尼的目光停在了为首的星侠身上。箱子里又翻了翻，找出了关于闪星小子与星条的新闻。这星条不就是帕特吗？女孩的好奇感愈发强烈，不仅发现帕特和星侠是好朋友，还看到了星侠生前的战衣，仿佛感应到了什么。沉睡多年的星杖突然闪耀出了辣眼的光芒，神器如同寻得了新主，睡意全无，容光焕发。星杖拉着康特尼来到一片无人之地，震惊！女孩获得上古神器，第一件事居然是用它来当单杠。本就是体操队出身的康特尼耍起棍子是手到擒来，星杖的能力远不止如此。本就拥有生命的他拉着康特尼直冲云霄，而踏进地下室的帕特直接惊呆了，箱子里居然空空如也。此时星杖已经带着康特尼飞了数里之远，最终落在了汽车电影院附近。而那个校园恶霸亨利在这儿也是为非作歹，看着手里的神器，再看看远处的亨利，一个骚操作从内心萌发。康特尼全副武装溜到了亨利的汽车边，掏出神器一顿放气儿。亨利未曾想到不可抗力，叫上小伙伴，嘴上逞着兄弟情谊，实则差点被送去见上帝。只见星杖开启自瞄模式，一道金光射出，汽车瞬间变成一堆废铁。麻烦大了！念至此，康特尼拿出星杖，磨脚开溜。刚回到地下室就被帕特一顿臭骂。然而继父那点小九九女孩都知道了，确保女儿没有伤到无辜后，帕特才打开话匣。这星杖应该是除了星侠之外没有人能够使用，可星侠跟正义协会都随着10年前的战斗牺牲了。听闻此言，康特尼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自己的父亲也是10年前消失的，难道他是星侠？所以自己才有资格使用星杖。可是照片虽然相近，但名字却完全不同。其实康特尼也没有见过亲爹几面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。事后从老妈嘴里掏出了真相，对，你爹就是个超级英雄，但他也是个超级渣男。你出生以后，他只来看过你几面，结果后来还玩起来失踪，少跟老娘提这个负心汉了。芭芭拉不知道真相，但他知道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是帕特陪自己度过的。女儿也懂事的隐藏了真相，对自己的继父也有了新的看法。帕特讲起了自己的往事，自己和闪星小子相识多年，两个人都是毛头小子，从小就对机械感兴趣的帕特成为了闪星小子的搭档。后来闪星小子获得了星杖后才更名星侠，两人也正式加入了正义协会。虽然这个继父有点逗逼，但不得不说他是个好男人。康特尼也决定为他保守秘密。女孩脱口而出的星条2字，男人一下子好像懂了什么。另一边，亨利本以为回家会被老爸一顿暴扣，万万没想到听到发光的铁棍之后，老爸居然没生气，反而很好奇。送走儿子后，男人摘下眼镜，此人正是不义协会成员脑波。他不禁怀疑星侠是不是有了继承人或者是什么，必须要赶尽杀绝。脑波联络了其他成员，如果星侠有了继承人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组织本想尽快赶回蓝谷，再解决此事以绝后患，但脑波打算先下手为强，万一星侠再袭击自己的儿子就麻烦了。似察觉到了什么，星杖半夜里主动找上了康特尼，躲过了老妈的查寝后，一人一杖再次飞天。第一件事就是教会康特尼技巧。本来自身素质也不差，加上有了神器的辅佐，康特尼可谓是入门极快，分分钟变成了无极杖圣，什么御杖飞行那都是脚到擒来。好景不长啊，突然10几个轮胎朝着康特尼招呼过来，这你妈在天上还能遭遇车祸？紧急迫降后，康特尼瞬间被一股力量拉扯，在地上拖来拖去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女孩哪儿见过这阵势，当即吓得屁滚尿流。脑波的经验和气势全面碾压了康特尼，加上一手心灵感应，康特尼心里想的什么他都知道，只是好奇为什么这孩子会在危急时刻想到父亲。下一秒，星杖主动出击，打了脑波一个措手不及，和康特尼配合着躲过攻击后，随后一棍子挥去，脑波一瞬间被火焰吞噬，康特尼则趁着这个功夫逃了出去。岂料又是一个机械人挡在面前，就是这个颜色怎么越看越像继父的汽车。正想着还手呢，一个声音传了出来，你这孩子，我早跟你说了别瞎动那个权杖。来者正是帕特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